最近和孩子们宅在家里，最常煮的就是一锅料理，比如咖喱饭、米粉汤、炒面、炒饭等等。今天呢，我就要来用高丽菜和海苔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分享如何让日式乌龙面变得更香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istin 巴拉妈。现在就赶快来用高丽菜和海苔做这道日式炒乌龙面吧。准备一颗高丽菜，把高丽菜切下来，大概切3片。剩下的放冰箱保存。高丽菜洗干净了，把高丽菜切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高丽菜放入盘中，准备2片豆包，把豆包切条，把豆包放入盘中，准备1条昆布，把昆布剪小。把昆布打碎，打成像这样子的粉末状。把昆布放入盘中。接下来准备2片的舒服汉堡排，这是苏威平生的舒服汉堡排，是台湾制的植物肉，主要是采用豌豆蛋白制成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可以解决刚吃素的朋友容易饿的困扰。而且豌豆蛋白可以增加饱足感，减少黄豆的过敏源，跟一般的素肉或是火腿很不一样。我吃起来感觉豆味不明显，比较不那么咸，是低调味的，口感扎实。它无添加香精，无防腐剂，无胆固醇，无反式脂肪，享受美味又可以兼顾健康哦。准备半张的海苔，把海苔剪成细条状，先对半切。再对半剪，把海苔放入盘中，准备5朵鲜香菇，我已经清洗干净了，把鲜香菇切片。把鲜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条小黄瓜，把头尾去掉，把小黄瓜切成小段状，把小黄瓜切片，把小黄瓜切粗条状，把小黄瓜放入盘中。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先对半切，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成条状，我切成细细的丝。因为孩子们不太喜欢吃红萝卜，所以呢，切成细细的比较好入口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磨大约10克的姜泥，放入2汤匙的酱油，海苔粉，200 cc 的过滤水。1/4茶匙的玫瑰盐，把所有酱汁搅拌均匀，放入1茶匙的味噌酱，都搅拌均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锅内放入少许橄榄油，放入苏威平生的舒服汉堡排，把它煎至表面焦香，先让它煎一下。煎成焦香了，反面。
继续煎。我们看看，两面都变成焦香了，取出来。用叉子把舒芙汉堡排弄成不规则的形状。其实这样子整片就可以夹吐司或是汉堡吃了。这样子剥碎可以变化出其他的料理。我现在在剥，已经闻到它的香气了，超香的。苏味平生还有出品其他的产品，比如说水饺或是一些即煮的即时吃的产品，大家可以在我的 IG 看到我分享。这期间很方便，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。大家去 IG 看看我分享的照片哦。锅内放入少许的橄榄油，把豆包炒香，炒至豆包像这样，表面有点微焦。现在放入红萝卜，快速的翻炒，炒至红萝卜变色了。现在放入鲜香菇。继续翻炒，炒至香菇变软。我到现在都还没加水，因为鲜香菇会冒出水分，所以你们看，有点湿润感了，香菇也稍微变软了。现在放入高丽菜，快速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放入海苔，拌炒一下，让它充分拌炒均匀。都拌炒均匀了，现在放入酱汁，再补一些水分，盖过蔬菜，放入3包乌龙面。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焖煮。我大约焖煮了5分钟左右，把乌龙面拌松，再继续盖盖子焖煮。我大概焖了3分钟左右，面条都松开了。现在放入舒芙汉堡排，还有小黄瓜。把它拌炒均匀。小黄瓜因为我喜欢吃脆口的，所以最后才放。如果你喜欢吃软烂一点，可以跟着高丽菜一起放进来。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了。大家有空不妨可以试做这一道超级简单的日式炒乌龙面。加上苏味平生的舒芙汉堡排，口感变得更丰富，味道更有层次，让日式炒乌龙面变得更香的小撇步就是这个哟。欢迎订阅我的做菜主频道以及我的日常生活副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